杨紫被短暂取代，烧掉8000万给杨颖抚养孩子。荒崖打破钟汉良的地位。杨紫想必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还没有杨颖那么出彩，就被短暂取代了。说实话，录制《孤芳自赏》时，杨紫是首领设定的女主角。为了让自己更适合这份工作，她提前2个多月开始练习和锻炼身体。杨紫被告知她被取代了，而取代她的艺人正是杨颖。你应该知道，白娉婷在第1部作品中的性格是一个活生生的女诸葛，她的实力强大，知识也无人能敌。论颜值，杨颖的长相肯定比杨紫要出彩很多，但论演技，却比杨紫艺还要差。是大山倒是杨紫演的，从来没演过学霸这个角色。家里有孩子的小雪不是很好破译吗？只是后来杨紫才知道，这些浅薄的能力简直就是赦免。在他不断的挖掘下，首领提供了一些破坏他洞察力的东西。大约在那个时候，杨颖凭借跑男声名鹊起，在各种支持下，他的恶名不断攀升。这不是正经的生意，他白娉婷的工作会考虑很多。只是院长的算术器叮当作响，没想到杨颖竟然给了他一记脑袋。在拍摄《骨牙》的过程中，院长经历了一件特别崩溃的事情，那就是在杨颖顶替第1名杨紫之后，在承担影片的3个配角时必须重新投影。现在距离开拍还有几天，杨颖还留在摆渡人团队拍片，引人关注。原本按照时间表，录制完成后，杨颖可以简单的参加聚会，没想到安排却没有留意到变化。到了约定的时间，摆渡人这群人因为重拍的问题，一般都推迟了 S 庆，杨颖就这样不适合按计划拍骨牙了。没有自赏，为了满足杨颖的时间表，盛院长将电影的开始时间推迟了相当长的时间。这样的活动之后，古方的3个配套工作也面临着规划问题。主动拍美照的男二被孙艺洲顶替，后面女的还是甘婷婷演，但因为档期推迟，她要演第3。小队跑来跑去，大部分场景都被酋长删掉了。第1女3杜若曦就更绝望了。大约在那个时候，她之前已经参加了聚会，完成了一个场景的录制，但由于时间表问题，她甚至不会玩弄违反协议的可能性，所以她可以犹豫地放弃这里的工作，而她的工作是同样被刘猛从后面拍了下来。梦的换人可以说直接动摇了自己对杨颖的重视程度，但这对首领来说还不是最大的灾难。这是钟汉良地位崩溃的开始，却是杨颖演技的巅峰。来到这里的商尊冠军，不仅因为时间安排耽误了团队很长时间，还让他成为了商界的傻瓜，公嫁给了黄教主监管的小女儿一个孩子。估计是杨颖进聚会没多久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尽管当时气候闷热，但许多场景都已替补完成。几场几乎没有承诺的场景同样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夸张展览，影响了钟汉良的地位。他是首领阅读内容后选择的主要人物，两人此前合作过多次。组长对钟汉良的演技感到无比的安慰，而钟汉良也对组长这群人格外的肯定。汉良身着40度的高温，身穿重重的钢筋吊死威亚。他连续拍摄了近5个小时，没有发出一声响亮的叫喊声，但他没想到他们专注的服装创作最终会变成一个糟糕的职业。马克思滑铁卢。古方的无自尊竟一传出后，艺人不仅抱怨自己演技不行，甚至还用巫术抹杀不自赏。这群酋长只是过度跳跃没有。02，在那个年代最亲爱的有多出名？蓝台和东方台争这个节目，这3组 CP 可能是杨紫最近的荧幕屋顶。从与任嘉伦的千年情，到与李现的尖端叔侄情，再到与程毅的生死恋，杨紫的每一组 CP 都在那个晚春触动了众人的心。而且杨紫也被网友们的 CP 脸认出来了，理由是不管跟谁演都不会觉得矛盾。而在她很珍惜的这部剧中，杨紫饰演的智商很高天才学院威胁童年。在协助家人处理网吧业务的同时，他为韩商言加油。韩商言是一位热心的导师，晚上很晚才来到网吧。而在他猛烈的攻击之下，
韩商言这个一开始就一心想运动的臭小子，在注意到自己的私事后，还借助一点点小张开了自己的心，不经意间让童年留在了心里面。心有余悸，韩商言在这个小伙伴之后开始施展个人技巧，二人散步的感觉一下子就到了。这对幼稚的夫妻已经成为很多单身人士向往的范本，而在最近播出的《沉香宠华》中，杨紫和程毅之间的暗恋也让这帮人不得不看。天真可爱的燕谈和自负心软的应援相遇，是一场大吃醋的戏。不过标准的仙侠言情剧，很多都是先幽默，先虐心，后堂堂结尾。但即便如此，每次看到杨紫的虐恋，还是忍不住和她一起落泪。所以当两个糖到中间和虐到心碎的剧集放在一起的时候，杨紫的 CP 感似乎是细细想来，杨紫的这番话也可以毫不迟疑地揭开李现找不到女朋友的目的。当时他们正在拍《亲爱的爱》，趁杨紫变身热闹的时候，李现往她身上泼了一盆没血的水。杨紫为了反击，在采访中调侃他：“你找不到这样的女性朋友。”他们各有千秋，所以导演和演员们为了表演的草本冲击力提出即兴发挥，这让李现很满意。导演和演员为了自然而建议即兴发挥，这让李现很满意。他时不时将原本推测为强盗强接吻的场景修改为糖果场景，但他出人意料的动作让杨紫措手不及。杨紫最大的实际害羞变成了记录，成为全片中观众最喜欢的时刻之一。杨紫竟然吻到了李现，他抬起头任由他亲了亲下巴，让全队都笑了。所以显然杨紫关于李现发现女朋友的能力不足的长篇大论变成了有根据的。亲爱的可能是2001-19暑期 BG 剧最重要的赢家了，因为上线的时候就火爆了，绝对拉上蓝台和日台来对抗剧集，让网友啧啧称奇。剧版刚上映，他们就各自把头像改成了自己的照片。在对手变成现在不再获胜后，他们开始在长度上进行竞争。当蓝色频道到达上午9:05时，东频道再次移动了任何其他15分钟，而挑衅的蓝色频道开始提供额外的预览，只是为了再次载客。很多网友表示，从每天的等待开始，直接推出去购物可能会更好，但毕竟预览是有限的。于是两台又开始了各样的较量。第一台萌生了这种手法的人开始播出两人的照片接吻，一举打动了观众的心，东方卫视的排名也随之上升。两台电视台的对立也让观众难以在两台之间更换，因为他们不需要忽略任何昂贵的内容，而有钱有势的人在两台之间切换，有钱有势有效切换到 VIP 并去播放软件程序陶醉自己。您想要做的第一个组成部分是在您的个人中获得良好的购买。等到《亲爱的爱》完结时，它所转化的观众数量也变得异常惊人，仅在猫眼就创造了新的纪录。在这之后的几年里，似乎也没有一部现在的糖果剧可以超越它。03，您要做的第一个组件是对您正在从事的工作有一个很好的概念。重拍《莲花坞》的第一个说法遭到了很多书迷的抗议，毕竟激进的通常是白月光，再加上女主角的选择一直悬而未决，因为导演男主程毅第一次鼓吹的老哥杨紫，简直就是一起劳作。可惜导演想也没想就拒绝了，目的是让杨紫这个大牌改成现在已经不适合大男主了。而欢瑞的前任老板也强烈反对，毕竟对现在杨紫已经终结了与他签订合同后，作为欢瑞的莲花之家完全投入了 S 家的制作，显然是为了建立他们的个人艺术家。杨紫走后，欢瑞签约了常装实干的女星李小冉。在庆余年爆红的同时，李小冉一跃成为大咖，甚至还试图拉拢程毅和他一起上荷花楼。这场行动一下子触动到了狂热分子的雷区。虽然李小冉的演技有目共睹，毕竟他们14岁的年龄差，赌的母子也绰绰有余。现在绝对要演一对了，万里被毫不迟疑的劝阻，也就不足为奇了。导演一脸懵逼，在悠长的月辉里无意间看到了陈杜玲的化妆照，这仙女般的白月光容颜，程毅组织的 CP 应该是无人能及的。
这一次让陈都灵的狂热分子又不满足了，纷纷在知名网志上发声，指责环瑞现在已经不需要亲姐姐了，所以后面的坑没人了。陈都灵最能说的就是这种狂热者的优雅，实在是太难扛了。看来自己亲戚圈的兄弟现在不会再可爱撞惨了。然而环瑞现在却不这么认为了，对诚意出手莲花楼就大肆宣传了，现在已经不是最有效的了。借助央视8次提及一个未婚社区的温情是10亿，而背后线却不乏宣传。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底线是杨剧，不是欢瑞自己的家人。毕竟有杨子的教训，香蜜走红时与欢瑞的合约到期，没有续约。香蜜是外戏，环蕊怕诚意在演完杨剧后会重蹈杨子的覆辙，离队。你能怪杨子没有和你续约吗？环瑞从来没有考虑过艺术家。环瑞接替杨子的时候，没人要上场的青云直，惹得杨子被骂得很惨。他当时并不想接，但如果不接，他就没有什么可拍的了。欢乐颂中的邱莹莹也是别人不想要的角色。近日，当红的陈香如陈逃跑并请杨子前来救援后，也成为了女主。本来诚意能打底线就好了，毕竟他只走仙侠路是无法突破自我的。但自从诚意出演现代剧之后，争议也随之而来。不仅是他走出仙侠剧滤镜之后，彻底的被人烟消云散了，而这句话对诚意来说也太有辱人格了。作为京剧班的他，能考上京剧，也就意味着他的颜值不是问题。可能是观众突然不习惯看他的现代剧了，希望诚意也能像杨子一样逃离欢乐，取得成功。不仅如此，我每天都问诚意，他是不是从欢瑞那里逃出来的？莲花塔大概是诚意拍过的最难的作品了。莲花楼拍摄期间，工作人员无法忍受代拍的无耻行为，差点上演了一场完整的武侠秀。一旁的诚意没有生气，而是上前打了起来。看到这一幕后，网友们调侃诚意是个热心市民，他要么帮粉丝捡鞋，要么帮阿姨搬东西。不得不说，诚意凡事都要参与，这也太像一个爱管闲事的居委会大叔了。拍摄正值炎炎夏日，片场温度可达40多度。另外，这是一部古装剧，演员要穿好几层衣服。路透社最新的莲花楼报道中，诚意在剧中的动作如流水一般。看到旁边的群主不稳，诚意赶紧去扶群主。作为一个突然爆发的演员，诚意的演技难免会受到质疑。即便琉璃把诚意放在了榜首，很多人还是表示不知道他有什么好。但是诚意用事实证明，他也可以扛起环瑞的大旗。在环端发布的2022年业绩报告中，诚意和杨子的沉香如粉一开播就占据了酷10热榜。诚意在莲花塔中饰演的李莲华这个角色寇诚意很像，既热情又善良，这也是为什么网友说诚意就是李莲华的原因。剧情摒弃了以往的爱情、战斗和杀戮，反而更偏向于悬疑的调查，这也是非常精彩的。相信强大的创意团队不会让大家失望，期待诚意的莲花塔早日上映。